探访小县城里中国最大的元代木构，还有吴道子的壁画，失败了。南边那个村子，它会闪闪发光，犹如破墙而出的那种感觉。中国这些古建根本看不完，很可惜，真的是应该早一点看。大家好，延平 Mrs， 我是 Gary， 现在开着这个手测出来的皮卡房车，行驶在苍茫的河北大地上，应该是已经到河北的曲阳县了。刚才这个路边上有很多石塑啊，就是石头的造像。这次到访曲阳也是临时的想法，因为我是今天了解到定州定窑，它定窑的遗址实际上是在曲阳，然后曲阳呢又产石刻。还了解到一个信息，就是我们讲北岳衡山，北岳衡山现在是在山西的浑源县嘛，实际上是清朝清中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从曲阳挪到这个浑源，在之前就是从汉朝到清朝中期，我们说北岳就是指曲阳这边有一个北岳庙。所以这么小的一个县城，它又是有定瓷定窑的东西嘛，又是有石雕，然后还有北岳的东西，但是这些我之前都不知道，全是这次来访的过程中，几个很偶发的信息拼凑起来的，然后就让我决定，今天还是往曲阳这边拐一下。今天下午我想去一下北岳庙，先看看，趁着太阳落山之前。很快就到北岳庙了，感觉是在一个老城的街区内，开着车也能闻到就是小吃的香味。北岳庙在那个方向。我刚才在车上又搜了一下，为什么北岳从曲阳挪到了浑源，就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呢，不是定都是北京嘛，但是你如果放在曲阳的话，北岳放在曲阳的话，你首都比北岳还靠北，所以按理说应该是北岳，就是首都应该是在正中间嘛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现在的北岳衡山作为北岳，它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，也是当时明代清代有考证说那边也是应该是北岳，所以正好有加上国之中心的这么一个政治属性吧，就把这个北岳从曲阳挪到了更北的现在的北岳，也就是浑源，大概这么一个逻辑。4点半，按理说已经快不让进了，那这时候进来应该里面没有什么人，挺有特色的，就是它的每一重之间那些斗拱它是镂空的，说是更衣亭，就是祭祀的时候要更衣嘛，因为5月其实就是尧舜禹三皇五帝那会儿就开始有祭祀，它主要是祭祀的功能，风扇这些功能。曲阳县博物馆也在这边，它是应该合署办公了，进去也看一下。北岳文化陈列馆，对，所以曲阳的博物馆这边也把定窑肯定展出来了，因为它原址是在这一块。阿姨问一下，像比如说曲阳这边，它不是雕刻比较厉害吗？比较出名？我还不知道呢。那雕刻是上阳春。是上什么？阳春。阳春是什么？就是在南边那个村子。啊，阳春。走阳春那个道儿哈，过去都是。好多。哦。那儿尽是雕刻厂。这阿姨那个口音我也听不太懂，但她有一个信息是说那个就是大殿好像现在是维修嘛，但是其实来这北岳庙这边主要就看那个大殿的壁画，
它比山西永乐宫那边面积要大，据说是。哦，这里面草坪很工整，还有那个割草机的声音，就能闻见空气里面是一股草香味的。好像这个德宁之殿真的是没有开，呵呵，这大殿里面有很大的壁画，很可惜啊，没看到。建筑是，据说是元代的，但是它斗拱很密，有点像明清的那种风格。这个是因为像唐宋辽的时候，斗拱它是承重的，到后期的话，基本上斗拱就是装饰性为主。25年1月开始维修了，所以很多古建啊，真的是应该早一点看。要不的话就突然一修就好几年嘛。感觉包括今天下午的那个开元寺坛也是，也没有办法进去。这个也是。我问你石膏能不能导流？但这个东西咋说呢？你中国这些古建根本看不完，然后这个关了那个开的，对吧？就整体这个多走走就行。确实一个地方呢，你来一次，浮光掠影的感受一下风土人情，氛围，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功效。要想对一些地方有更深入的感知吧，我觉得要不就是住一段时间，要不就是多来几次，然后会让这种感官变得立体一些。说到多走走，推荐一下自己做的这套旅行点位的工具，现在已经覆盖了中国全部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，覆盖了很多优质的精品的旅行点位，每个省份都独立打包，并且覆盖了多个终端，包括这期涉及到的北岳庙也都有覆盖。能比较明显的看见它外侧的这个立柱吧，稍微往里面倾，这种就是叫插脚。营造法式里面也写过这种情况，就是一般它是柱高的1%到3%，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些古建筑吧，它真的很精确，真的是很精确。而且它就是往里面收呢，受力也是感觉更稳重吧。实际上它应该也会更稳定，对吧？所有的力都往里收，这样它像是一个小金字塔形状那种似的，就比较稳定嘛。里面就没有办法进去看，但它这个开间真的很多，9开间、9开间好像，1、2、3、4、5、9开间的，这个体量真的挺大的，也确实是因为它是一个祭祀场所嘛，北岳的，所以它的规格是很高的。9开间估计也是除了故宫之外，现在外面能看见最多的了吧。外面浮光掠影的看一看。我国目前元代最大的木结构建筑，5岳规格最高的建筑，天宫图，我觉得后续可以搜一搜。壁画真品，很可惜啊，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情况。这个是雨师雷面天宫的雷公主水下一画，它们然后整壁画上面呢是有一个点睛之笔，就这条龙。整幅画是高8米，长18米，基本上整面都是。这颗龙呢，在上面是长达6.4米的苍狼巨龙，有着一本接近图画的立粉和金色所绘。在遇到长闪电的情况下，它会闪闪发光，犹如破墙而出的那种感觉。当然，现在那些金箔都差不多就光，没有这种东西。北岳庙其实没有那么大，就相比那种很多宫殿啊什么的。然后现在是夕阳西下，游客没有几个，工作人员应该也都快下班了。只有一些割草的工人，然后空气里弥散的这种草香，
虽然那个德宁之店没有打开啊，但是就是在里面逛一圈就觉得很舒服，阳光很好。就是从这么素雅的环境里出来，外面就是喧闹的集市，小吃一条街，有一种古代和现代文明碰撞的感觉。确实有的景点我觉得可以不那么用力，用它自然而然的保存一点古朴的状态，最真实的状态就已经很好了。滨江哈密瓜是2个高山米。我向你保证，我这个人口碑还是很好的，那你就慢慢跟我处。